在生物学界，有一个特别扎心，甚至有点恐怖的例子。有一种海洋生物叫海鞘，它在幼虫时期那是相当活跃的，有脊索，有简单的脑组织，还有敏锐的神经系统。为什么要这些东西？因为它要在大海里游动，要去寻找一块适合自己下半生扎根的岩石。可讽刺的事情发生了，一旦海鞘找到了心仪的岩石，把自己固定死，打算这辈子再也不动弹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给吃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既然已经固定不动了，大脑这种极其耗能的器官就成了累赘。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，用不上的东西就是必须被修剪掉的负债。听到这儿，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后背发凉？回想一下，咱们这代人每天早上坐进写字楼，对着电脑一坐就是8、9个小时，回家往沙发上一瘫，除了动动手指刷刷短视频，身体几乎是处于一种固化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的身体会给大脑发送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，主人已经找到了它的岩石，它不再需要移动了，你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，甚至可以开始自我修剪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过了35岁，你会觉得记忆力断崖式下跌，专注力像漏风的窗户，甚至出现一种挥之不去的脑雾。这不完全是因为老了，而是因为你正在海鞘化。今天我想结合哈佛医学院约翰·瑞迪教授的研究，和大家深度拆解一下如何通过3个极其简单的动作，骗过进化的本能，重新激活你的大脑。在深入动作之前，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核心概念 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。神经科学家把这玩意儿称为大脑的神奇肥料。咱们男同志都明白，地里的庄稼长得好不好，看肥力，咱们的脑细胞、神经元能不能修复，能不能长出新的连接，全看这种蛋白质的浓度。过去我们认为，成年人的大脑神经元是死一个少一个，不可再生。但哈佛医学院整整20年的追踪研究告诉我们，大脑是有可塑性的，而开启这种可塑性的钥匙，不是什么昂贵的补药，也不是什么益智游戏，而是身体的移动。这就是我们要聊的批判性思维，别把身体和大脑当成2个独立的零件。大脑不是长在脖子上的电脑，它是身体的一个功能模块。当你动起来的时候，大脑才觉得自己活着。很多人说，我没时间去健身房撸铁，也没体力跑马拉松。没关系，接下来的这3个动作，每天加起来不到10分钟，却能精准地为你的大脑施肥。咱们先来做第1个动作。现在，请你把手机换到左手，如果你是右撇子，尝试用左手大拇指去滑动屏幕，或者双击点赞。是不是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别扭，甚至有一点点烦躁？恭喜你，这就是你的大脑被迫重新开机的信号。我们这些30多岁的人，生活其实早已进入了自动驾驶模式。你每天走哪条路上班，几点喝第1杯咖啡，用哪只手刷牙，大脑早就把这些动作刻进了基底阶，形成了程序性记忆。熟练是效率的福音，却是创造力的毒药。当你的生活充满熟练，大脑负责相关区域的神经通路就像是一条被压了几万遍的高速公路，虽然顺滑，但寸草不生。而当你强行启动非惯用手，哪怕只是刷个牙、翻本书，甚至只是换个方向拿筷子，大脑内部就像是突然接到了一场突击检查，它必须立刻调动那些平时休眠的神经元，去临时开辟一条新的小路。在这个笨拙不顺手的过程中， BDNF 就开始分泌了，它在滋养那些枯萎的连接。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？中年的平庸往往是从不假思索开始的。每天刻意制造一点点不顺手，就是在提醒你的大脑不要进入那个海鞘模式。这种笨拙感是大脑生长的唯一形态。别怕犯错，别怕尴尬，
那些微小的刺激，是在帮你拓宽认知的边界。咱们再聊聊第二个动作，60秒的高强度开合跳。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下午3点多，方案写不出来，开会听不进去，感觉脑子像个过热的 CPU， 风扇狂转却卡得要死。这时候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抽根烟，喝杯浓茶或者咖啡，但那只是在透支明天的精力。我们要明白，久坐不动的你，含胸驼背，呼吸前快，这相当于给你的大脑 CPU 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，氧气进不来，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排不出去。这时候请你站起来，就在工位旁或者卫生间，原地进行60秒的开合跳或者高抬腿，速度要快，直到心跳迅速飙升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60秒不是为了减肥，而是为了给大脑进行一次高压冲刷。当心率快速上升，血液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样，带着大量的氧气和葡萄糖冲向大脑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短时的高强度的压力刺激会瞬间拉高体内 BDNF 的水平。这就好比是你家下水道堵了，你不是在里面捅，而是接了一根高压水管，哗的一下，所有的脑雾和代谢垃圾全都被冲走了。这60秒其实是给大脑做了一次热启动。我们80后、90后这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勤奋就是苦做，但科学告诉我们，做得越久变得越蠢。真正的效率来自于有节奏的爆发。当你感觉思维卡壳时，别硬扛，给大脑一个冲刷的机会。你会发现，那种刀刃般的专注度会瞬间回归。第三个动作看起来最像杂技，但它背后藏着最深刻的生物学逻辑，闭眼单脚站立。现在你可以试一下，闭上眼睛，单脚离地，看看你能坚持几秒。如果你摇摇晃晃，不到3秒就落地，那你真的要警惕了。在这个动作里，肌肉的力量其实是次要的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你大脑深处的小脑和前庭系统。它们在几毫秒内要处理来自肌肉、关节和内耳的成千上万条信息，然后迅速下达指令，调整姿态。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任务处理过程。当你闭上眼睛，你切断了视觉这个最强的辅助工具，强迫你的大脑全功率运作去维持平衡。为什么要练平衡？大家观察一下身边的老人就会发现，衰老往往是从控制不住身体开始的。步态蹒跚，容易摔倒，这背后对应的其实是认知能力的下降。在神经科学中，平衡能力是判断大脑生理年龄的关键指标。如果你能通过练习把单脚站立的时间从5秒延长到30秒，你练的不仅仅是平衡，你是在强迫你的小脑和脑干进行高频率的信号传导。这种练习是在给你的大脑神经元上保险，它能有效延缓认知功能的退化，让你在处理复杂、突发的情况时，反应比同龄人更快、更准。在中年这个阶段，我们最怕的不是累，而是失控。练平衡就是从生理层面重新拿回对身体、对大脑的控制权。讲完这3个动作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更深层的东西。咱们这届中年男人，生存环境其实挺残酷的。社会要求我们像永动机一样运转，但我们的基因序列还停留在那个需要狩猎、采集、四处奔跑的远古时代。这种文明的进化与生理的迟钝之间的冲突，就是我们所有焦虑、疲惫和抑郁的根源。现在的读书博主很多，很多人教你如何学习，如何成功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连这个承载灵魂的硬件身体都生锈了，再好的软件知识也跑不动。我非常不赞同那种苦行僧式的学习方法。那些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坐一整天的人，看似勤奋，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低效率的自我损耗。我们要有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去看待运动，
运动不是为了在朋友圈打卡，不是为了那块奖牌，更不是为了迎合某种审美。运动是对大脑的一种生存补偿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甚至有点过载的时代，你的大脑每天都在接收无数碎片化的垃圾。如果你不通过物理层面的介入，去刺激 BDNF 的分泌，去清理代谢垃圾，去强化神经连接，你的脑子很快就会变成一滩死水。能耐着性子听到这里的朋友，说明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、有耐心的人。这种特质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里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。如果你想更系统地了解这套逻辑，我强烈建议你读这本书，哈佛医学院教授约翰·瑞迪的《运动改造大脑》。在硅谷，在顶级投资人的圈子里，这本书被誉为脑力升级手册。作者被媒体称为大脑研究领域的乔布斯。他用一整本书的严谨数据，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运动和大脑关系的认知。他告诉我们，运动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塑造肌肉，而在于改造大脑。如果你觉得现在的自己反应慢了，记不住事了，或者经常感到莫名的焦虑，先别急着怀疑人生。去运动，去按照我说的这3个小动作去尝试，哪怕只是每天少做10分钟，哪怕只是刷牙时换只手，哪怕只是在开会间隙跳那么几十秒。在这个内卷的时代，身体是你最后的阵地，而一颗清醒敏锐的大脑是你最强的武器。别像海鞘一样，为了暂时的安稳，就把自己的大脑给吃掉。我们要做的是，哪怕步入中年，依然拥有一颗像年轻人一样疯狂生长、充满连接的大脑。我们下期见。